晃2天过去，这一日是皇家晚宴的日子。下午时，慕容朱雀准时出现在厅堂，这是沈夫人的要求。果然佛靠金装，人靠衣装，这么打扮起来，阿雀真的美。让侯爷夫人久等了。啊，世子和唐姑娘还没有到。刚刚齐嬷嬷去问过，他们2人马上就到了。阿雀，你这裙子在哪儿买的？料子倒是少见，我在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子手中买到的。那姑娘看起来像个落难千金，我见她可怜，就买了一些。真的？可还有多余的料子？我就买了2、3件衣服的。如果夫人想要，说个颜色，回头我再碰见她，便问问还有没有。哎，好啊。还得是沈夫人，是真的缺心眼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一会儿唐绿茶去宫里，还不一定要闹成什么样呢？她还有心思买布料。世子到，唐姑娘到。哎，有句诗怎么说来着？天生丽质难自弃。看来你这未来儿媳妇儿搞不好还真会被太子盯上呢。念月，你就不能打扮的低调一些？姨母，您为何突然对念月这般苛刻？您不让念月穿的鲜艳，念月穿了白色；您不让念月戴头面，念月除了一根发簪，什么都没戴。念月甚至连胭脂都没有，您为何还……哎呀，姨母的话可能是说重了，主要是，哎呀，你要体谅姨母，别哭了啊。放心吧，她不敢哭的。这种仙侠风特别吃肤色，她确实没有擦胭脂，但粉可擦了好多层，这才有出尘的效果。如果她真哭了，脸上准和稀泥。闭嘴，慕容麻雀，你别在母亲那儿谗言。我们家已经被你搅和的乌烟瘴气，还不够吗？哼，你说表姐穿的美艳是为了勾引太子，那你为什么穿的美艳？怎么，表姐能勾引太子，你就不能勾引了？哼！依我看，想要勾引太子殿下的明明是你。哎呀，世子说的对，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如果我穿的这么好看，勾引到太子怎么办？这件事是我做错了。世子您等等，你们2老也稍微等我一下，一盏茶的时间马上就好。说完，不等众人反应，拽住朱榴莲就疯狂往百鸟院跑。一盏茶的时间后，还没等众人想明白，2人又跑了回来。就猜到这小表表肯定还有后手，得亏姑奶奶也准备了。不是要走仙的路吗？姑奶奶陪你一起走，看你怎么独特，看你怎么勾引太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穿的和表姐一样啊？这话说的，刚刚不是世子你说我穿的好看，让表姐穿的难看吗？我觉得世子教训的有道理，所以我也穿的难看，这样才公平。不是，表姐穿白色，你为什么也要穿白色？不能换个颜色？哈哈，我和你表姐穿一个颜色，你都能挑理。如果我换颜色，还指不定被你挑成什么样呢。话说，世子是不是很喜欢和表姐一起吃鱼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说我喜欢和表姐吃鱼？挑刺是你的拿手绝活，你挑刺讨好你表姐呗。哼，你不就是怕我抢了你表姐的风头吗？放心吧，抢不了。你表姐在脸上糊了半斤面粉，我脸上可什么都没有擦的。你瞧，我真没擦粉，抢不走你表姐的风头。我说了你抢的风头吗？够了，还有完没完？一天天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阿雀穿粉裙子你不乐意，换了白裙子你还唧唧歪歪，沈子言，你还像个爷们儿吗？行了，时辰到，我们出发吧。皇后娘娘的皇家晚宴可不能迟了。雀，你坐这边。那不行，我得挨着表姐。沈夫人了然，便让她坐下了。小姐，刚刚太子殿下看您了。可能是碰巧看过来吧。所以太子刚刚不是看我，而是看唐念约。靠，太子瞎吗？什么货色都能看上？不行，太子瞎不瞎那是他的事儿，绝不能让唐念约得逞。如果唐念约真抱上了太子大腿，怄也得怄死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没什么。她就是老九说的神秘女子，竟然在一夜之间医好了南巷里的瘟疫，还针对瘟疫做了一些建议。老九将建议说给太医们听了之后，太医们十分赞同。为此，父皇连夜下发皇令，从上至下要求全国范围内严禁喝生水，改为喝煮沸后的水。但是慕容尚书的私生女怎么会医术呢？小姐，殿下看你了，快！唐念约吓了一跳，急忙调整表情，将头微微侧过。表姐，你看我袖子上这花纹好看不？这是用的什么针法呀？听说你很会女工，快帮我瞧瞧。那慕容麻雀扯着袖子做什么？慕容麻雀，放下你的破袖子！哎，侯爷，那2名穿白裙子的女子是你们家人吧？让武大人笑话了，姑娘家小，贪玩打闹。
这个慕容麻雀真是个祸害，在我们家闹还不够，跑到未央宫也敢闹。子言，你和为父说实话，你是真看不懂发生什么事儿，还是假看不懂？父亲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阿雀为什么穿白裙子，还不是因为唐念月穿了白色？阿雀担心唐念月被某人看上，为了帮你留住唐念月，而现在为什么用袖子遮盖唐念月的脸，还不是因为某人看向唐念月的方向？你认真回答为父，你是真看不懂吗？父亲为什么非问这个问题啊？想知道你心智是否正常？为父花大价钱让你读书，是以为你顽劣归顽劣，心智还是个正常人。如果你连这点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，那就别读书了，也不用找差事，就在府里随意玩乐吧。为父就当养了个傻子。父亲，您想没想过自己是否公正啊？也许您在无形之中偏袒慕容麻雀了呢。和离书都签完了，老夫偏袒他什么？反正我不相信表姐目的不纯，慕容麻雀就是在报复大婚当天我去参加表姐的生辰宴。你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算了，老夫懒得和你说话。这个臭太子没看过女人吗？京城第一美女慕容嫣然就在旁边呢，多看看慕容嫣然能死吗？非要看这个心机婊。慕容朱雀感受到身后女子的颤抖越来越剧烈，怕什么？一切有我。是小姐。慕容朱雀也如临大敌，发现太子要看过来，他叫道：表姐，干什么？你眼睛上有个眼屎。唐念约吓了一跳，没有啊。怎么可能没有？我这眼神 5.0， 飞行员都没有我眼神好。来，我帮你拿下来。你看什么东西啊？还能什么？你的眼屎呗。小姐，刚刚太子殿下看您了。慕容麻雀，你害我！表姐别瞎说，大庭广众的，我便是想害你还能怎么害啊？刚刚真是帮你抠眼屎，抠出来你也看了？我没看清。哈，一个眼屎而已，看一眼不就行了？难道表姐你抠眼屎抠鼻屎，抠完还得研究一下？哎，实话说，你舔过没？小姐，唐念约发现自己失态，赶紧重新调整表情。请问您是昌宁侯府少夫人？是，姑娘是。小女是永安侯府的狄莎莎，在家中排行老2。原来是狄姑娘。愿太子好好喝酒，别左顾右看的。不对，这场晚宴就是人家的选妃宴，得看，但别往这边看。昌宁侯府没有单身姑娘了。狄莎莎问：请问少夫人怎么和表小姐都穿白裙子啊？是这样的，晚宴过后，表小姐就要嫁给沈世子当平妻，以后和我就是亲姐妹。姐妹嘛，肯定要穿姐妹装，所以我们打扮的一模一样。你别瞎说。我瞎说什么了？在家不是说好了吗？沈夫人还在呢，夫人能作证。念约，你什么意思？念约没什么意思，只是姨母还未正式提亲，就这么公布婚事，传出去，念约是要被笑话的。装，继续装，哭出来算我输。好吧，阿雀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定亲之前公开婚事确实不符合习俗。夫人，刚刚表姐干呕，您听见了吗？会不会是……哎呀，恭喜表姐，贺喜表姐呀！慕容麻雀，你别含血喷人！怎么了？你整天和世子黏在一起，刚刚又干呕，我能怎么想？更何况我们家世子身强力壮，我这么怀疑有问题吗？慕容朱雀发现太子要扭头看过来，一把将唐念约拉到怀里，死死地按在衣襟上。不哭不哭，男儿有泪不轻弹啊，不对，是哭吧哭吧不是罪。虽然你是表姐，但过门之后，我是大你是小，在姐姐温暖的怀里痛快的哭吧，别挣扎了，你越挣扎我越兴奋。皇兄，他们在做什么啊？本宫也不知道，你找宫女去问问，问完了之后别忘了告诉本宫一声。对呀，找宫女问问不就知道了，还是皇兄睿智。风春，你看什么呢？看一个女人。哦，哪名女子？说来听听。今年你也21了，胡贵妃早就想帮你张罗婚事了。你若是有喜欢的女子，那就太好了。你想多了，我没看上的人，刚刚只是看一个眼熟的下人罢了。眼熟？哪个？我确认了，不是我认识的人。好，如果你有心仪的女子，别忘了第一时间告诉本宫。哼，皇兄，我回来了，打听到了，昌宁侯府夫人身旁坐的是沈世子的表姐，在旁边是沈世子的夫人。她的秘密，皇兄您知道的，我只偷偷告诉您了，皇兄您千万别说出去。她让你保密？不是，是我猜想。他如果想暴露身份，也不会趁我睡着偷偷溜掉。他溜肯定不想告诉别人，所以我想帮他保密。皇兄，您可答应我保密的。如果您说出去，以后皇帝不和您说秘密了。是，本宫说话算话，放心吧。沈世子和他的表姐，那个表姐叫唐念约，两人一直很暧昧，但这么多年一直没在一起。
然后沈世子不是和慕容姑娘成亲了吗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唐姑娘也要嫁进去当平妻，说是晚宴后就嫁。至于两人穿一样的衣服，听人说是因为想彰显两个平妻姐妹情深，所以故意穿的。刚刚闹起来，好像是唐姑娘干呕，慕容姑娘恭喜唐姑娘，却被唐姑娘误会。是因为这个？就是因为这个。你觉得唐念约即将给沈世子做平妻，慕容麻雀会高兴地恭喜他？这难道不是这样？刚刚两人看起来确实亲亲热热的打闹呀。老九，你记住，没有男子愿意和他人分享一名女子，同样的，也没有女子愿意和他人共享夫君。如果愿意，要么是他装的，要么是他对夫君不在意。哦，是，皇兄教训的是。说多了你也不懂，记得要勤于观察，多看多想。是，皇帝听皇兄的。去吧。慕容麻雀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姚姐，你耳朵不好使吗？我刚刚不是说了，让你帮忙看看这盘子是官窑的还是民窑的，出自哪个窑，用了什么工艺，大概多少银子，我们民间能不能买到？你瞧这盘子多大呀，多圆呀，多白呀，看着这盘子我就能多炫2碗饭。哎，表姐你躲什么呀？来，好好看看这个盘子。夫人，您往这边坐一点，别被他们俩误伤了。听说少夫人劲儿不小，别把盘子摔您身上。好，一会儿我抬屁股，你趁机把椅子往旁边挪一挪。是，夫人您放心。随后主仆一心，还真的成功乾坤大挪移了。请问是昌宁侯府的沈夫人和齐嬷嬷吗？是，这位姑姑，请问可有何事？昌宁侯府的下人在宫门外要见你，有话要说。是，劳烦姑姑转告了。臭太子，看谁不好，非要看这绿茶婊。为什么男人都喜欢绿茶婊？皇上，刚刚有位夫人来禀，说他们家的姑娘为皇上准备一些节目，想向皇上献艺。是吗？诸位爱卿有心了，你们放心，今日才艺表演得好，朕重重有赏。第一位上前表演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京城第一美女慕容嫣然。慕容姑娘，你姐是真的厉害，别人都穿得艳丽，生怕不被注意到，但你姐却穿得那么沉稳。很正常，1-2个女子站在一起，比的是容貌；100个女子站在一起，比的就是独特。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和万花丛中一点绿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你瞧，这位打扮的不就很显眼？少夫人真会说笑啊！你信不信？太子妃的人选8、9不离10是慕容嫣然，即便太子妃不是她，侧妃肯定也有她的位置。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小道消息啊？我一个私生女能有什么小道消息？而是从慕容嫣然有恃无恐的态度得出的结论。你真以为选妃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皇后会交给太子决定？太子会以女子的容貌、自己的喜好决定。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很快简单调试之后，慕容嫣然的表演开始，乐曲声一出，满堂惊艳，一曲箜篌清亮浮泛飘忽，干净的好似从月下清泉上发出，又好似高山融雪淋淋而下。可恶！一曲结束，满堂喝彩，皇帝赞美，皇后打赏，慕容嫣然做到了开门红，也做到了下马威。慕容姑娘，你姐姐弹得真好。慕容朱雀道。那可不，有些人还暗暗和京城第一美人比呢。怎么比呀？比出身，比容貌，比才华。少夫人为姐姐说话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就算慕容嫣然姑娘是京城第一美女，但不可能全国找不出比她更美、更有才华的吧？野姑娘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慕容嫣然被评为京城第一美女，你生气不？不生气啊，她做京城第一美女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慕容嫣然是不是京城第一、全国第一，与表姐有什么关系呢？表姐怎么这么生气啊？表姐在为谁抱不平吗？不会是为你自己吧？慕容麻雀，你到底怎样才肯放过我？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你了？我们这不是姐妹情深吗？缇姑娘，你也是来竞选太子妃的？按道理是，但我没戏的，我们家也没戏。我们家这几年衰败的厉害，却没出什么人才。这孩子也是实在，这话都往外说。很快，第2名闺秀退下去之后，第3名闺秀上场。嚯，这穿的比慕容嫣然还素，说是胸有成竹了吗？还真让你说对了，她是新阁老的孙女辛竹雨，是京城第一才女。嚯，好家伙，这戏码不就好看了吗？京城第一美女对战京城第一才女，礼部尚书长女对战内阁大学士孙女儿，这太好看了！来，咱俩别闲着，吃瓜。吃吧，反正太子选妃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，我们装啥？你说的对。臣女没什么才艺，便想献丑，为皇上和皇后娘娘画一幅肖像。辛竹雨很会画画，
看出来了，她那裙子就真不错。同样是仙，人家那是骨子里透出来的，不像某人是装出来的。谁装仙女了？我没有。哦，呵呵。走亲戚陪姨母，还带了几十条裙子，这么明显的动机，也就沈夫人母子那对傻白甜能信吧。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臣女画完了。等等，这才和唐绿茶说几句话，怎么就画完了？铅笔画也没有那么快啊。前本宫就听说新阁老的孙女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本宫第一次看见如此精妙的构思，真是令本宫大开眼界啊！诸位爱卿都好奇吧？别着急，福子，你让人拿着画作走一圈，让大家都观赏一番。是皇上。莎莎，你一会儿要上去表演吗？不，我不行。人缘倒是不错嘛，这么快就让安定侯府的人跑去跟他坐在一起了，还一边吃瓜一边聊，还是第一次看见参加宫宴这么放松的人呢。我发现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一环节啊。什么环节啊？刚刚晚宴刚开始，大家不是看宫里的节目吗？那是第一环节，第二环节就是现在这样，看闺秀表演才艺。没错的，大家都喜欢看这个，而且这些闺秀的才艺确实表现得很好，还有几个人有绝活呢。莎莎，你对宫里宫外很熟吗？熟得很，以后你有什么想知道的，直接问我就是，或者直接给我写信送到安定侯府。好的，之前我听说商妃娘娘和瑞王是民间的财神爷，有这一说吗？有啊，只不过最近他们二位低调了许多。瑞王传闻瑞王受伤了，性命垂危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商妃娘娘呢？商妃娘娘倒是没事，那不在那儿坐着呢。是吗？具体是哪位？好让我一睹女财神的芳容。就是那位，从最旁边数第3位。这算是过得好还是不好呢？这一时间，一直用余光看慕容朱雀的太子，发现他时不时的往高台的一角看，也疑惑的看去。怎么回事？太子怎么也往商妃那边看？好啊，那我们就玩一玩，看看你还有什么招数。小姐，快！表姐，那位闺秀的舞蹈是不是很美啊？说着，把手指从茶杯里拿了出来，向上一弹，水珠准确地落入唐念约的眼睛里。慕容麻雀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表姐怎么明知故问呢？你这么聪明，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？弹走鱼尾纹。唐念约脸上的白道道越来越多。小姐，您的脸。贱人！人家正表演节目呢，你这么打扰，皇后娘娘会怪罪的。慕容麻雀，我和你不共戴天！怎么今天才不共戴天？那前一阵子你做的缺德事，还是手下留情了？话要是这么说，我可就不困了。我很想知道唐大表姐还有什么招数。果然最毒不过妇人心啊，这个女人倒是有点意思。表姐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要不然我让齐嬷嬷先送你回去。对，奴婢送表小姐回去。回去？深入腹中这么长时间，为的就是这一天，怎么能这样就回去？妆花了再化。多谢少夫人好意，我身体舒坦得很，只是刚刚被贱人泼了一脸水，我去补个妆，一会儿就出来。慕容姐姐，你去做什么呀？我去看看，我怕表姐不认识路。别担心，我宫女伺候着呢。而且新主语的话马上就传过来了，如果现在不看，以后怕是没有机会看了。慕容姐姐，你不是也第一次入宫吗？别去了，唐姑娘不会丢的。出了大门，唐念约终于忍受不了委屈，嚎啕大哭起来。请问姑娘，你们为何痛哭？是奴婢哪里伺候不周吗？让姑娘看笑话了。姑娘当差做得极好，是我心里堵得慌。说姑娘方便，能不能让我在这哭一会儿？可以的，有什么需要奴婢做的吗？补妆在什么地方？宫女指了个方向，又叮嘱唐念约等人补妆后回未央宫，便回了去。慕容麻雀，真以为这样本小姐就没招了？你可太小看我唐念约了。丢脸。是小姐，你出去找他们去，盯着点儿。是。慕容姐姐，我刚刚是不是不应该阻拦你出去啊？当然不是，托了你的福，我才看见新姑娘大作。新姑娘的作品说是错过，可真是太遗憾了。小姐，表小姐一直没回来吗？没有。这会不会是遇到危险啊？我们要不要和侯爷说一声？不用，来不及了。阿雀，到底怎么样了？榴莲找到念约了吗？没有。夫人，您做好心理准备吧，您的外甥女搞不好要送我们大礼了。什么？但愿我的预感不会成真。哎呀，都怪奴婢，如果刚刚奴婢跟出去就好了。齐嬷嬷别说那样的话，
记住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们沉着应对，见招拆招就好。只要少夫人在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天塌下来还有少夫人扛着，这个花花肠子的小婊子可别落在我手上，否则我肯定让那小婊子好看。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，一个缺心眼儿，一个多心眼儿，也算是相配了。皇兄，您说谁缺心眼，说谁多心眼呢？对了，冯春人呢？哦，陈王呀，节目表演完，胡贵妃就放他走了。节目表演完了，那我们也能走了。皇兄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慕容姑娘和新姑娘还没走呢，您这么走了不好吧？对了，皇兄，慕容姑娘和新姑娘，您更喜欢哪位？新姑娘画的画您看见了吗？太妙了。喜欢？你觉得本宫这个位置有喜欢的资格吗？哎，皇兄，您别这么悲观，也不是让您娶丑姑娘，我看慕容姑娘和新姑娘都挺漂亮的。还有事吗？本宫要回去忙了。啊，有，皇兄，其实我是来求您一件事儿的。本宫早就猜到了，说吧。我想和慕容姑娘，不是你的那个慕容姑娘，是慕容麻雀。我想和慕容麻雀单独见个面，但我找不到理由，您能不能帮我想个理由啊？你今天应该是单独见不到她了。为什么？她不是还在吗？哦，对了，老九，本宫问你，你和慕容麻雀在南里巷的时候，她表现什么样的性格？温婉、活泼、严肃，还是什么？嚣张吧。嚣张？哎，是特别嚣张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天王老子是老大，他就是老二，嚣张的好像随时跳过来打我几巴掌。说真的，皇兄，那天我不太会干活，所以笨手笨脚，好多次我真以为他要来揍我了。啊，揍你？奴婢是坤宁宫的宫女，给侯夫人、少夫人请安。请问这位宫女姐姐可有何事？皇后娘娘有请二位，同时也请了昌宁侯以及世子。请问宫女姐姐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点？最好绘声绘色，把前前后后的事都描述一遍。立刻把皇后娘娘去宫楼出宫，出来时却见唐念约跪地哭诉，说昌宁侯府强抢民女，逼着她嫁给沈世子一事，详详细细的描绘了一遍。难怪人家当宫女儿确实比丫鬟牛，记性怎么就那么好呢？这宫女儿脑子里装了摄像机吗？沈夫人，您没事吧？如果您身体不舒服，可以先休息，奴婢带少夫人先去。不用，我们夫人身体好着呢，实在不行，榴莲你就背着夫人去，夫人必须要去，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？是，小姐。阿雀，我确实不舒服，要不然这件事就交给你吧，行吗？无论如何，你现在是侯府的主人之一呀。想都别想，你自己种的恶果得自己摘，这样才有意义，不是吗？坤宁宫，没有什么比看舔狗翻车更解恨的事儿了。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活该。昌宁侯、沈夫人，你们可知本宫找你们来所谓何事啊？回皇后娘娘，微臣知晓皇后娘娘召见之意，但微臣恳求皇后娘娘别听一面之词，这件事另有隐情。啊？什么隐情？侯爷，你醉了。瞬间，昌宁侯领会到了意思，紧接着眼睛一翻白，身子晃了晃，高大的身躯就要倒下。别扶我没醉。娘娘，侯爷喝多了，一身的酒气，刚刚清醒，可能是还没上酒劲儿。咱们宫里的酒啊，确实是有些后劲儿的。皇后娘娘，这臣妇说不清楚啊，让臣妇的儿媳妇来说吧，她嘴巴利索。你是慕容尚书的小女儿，慕容麻雀。回皇后娘娘，臣妇正是慕容麻雀。你如实回答本宫，唐念约所说的话是真是假？昌宁侯府是否强逼她嫁沈世子？你不用顾忌其他，只要实话实说便好，本宫会给你做主。臣妇谢皇后娘娘公正不阿，但臣妇刚到，现在还有一点懵。臣妇能不能问唐姑娘几个问题？可以，问吧。表姐，你先别哭了，有皇后娘娘做主，你不用那么害怕。你这么哭哭啼啼的，好像人家皇后娘娘不帮你似的。唐念约见手段被拆穿，内心那个恨，最后只能怨恨的点了点头。在皇后娘娘面前，我怕我们中间出现什么差错和误会，所以有几个问题，我先问你一下，你如实回答便好。第一个问题，您和沈世子关系一向很近，沈世子对您好吗？少夫人，皇上让您描述强抢民女一事，您问这种问题做什么？我觉得既然皇后娘娘信任臣妇，臣妇肯定将整件事前前后后原原本本都讲给皇后娘娘听，否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和误会，让皇后娘娘做出了误判，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呢。太子看向九皇子，眼底带着坏笑。这就是你说的要打你的女子？不是，这家伙装的也太像了吧！
请表姐回答我，沈世子对您好吗？还好。第二个问题，表姐想嫁给沈世子吗？不想，从来没想过。从来没想过。夫人，今天妾身看整个未央宫，夫人们只带嫡女，连个庶女都不带，您怎么就带外甥女啊？夫人这次可一定要争点气呀！皇后娘娘，臣妇不敢欺瞒娘娘，臣妇知晓带外甥女来参加晚宴不合规矩，但念约许诺要嫁给犬子，臣妇才带来的，否则臣妇绝不会带一个外人贸然入宫。皇后娘娘明鉴，不是这样的，民女自知自己身份卑微，从未想过能入宫参加宴席，民女真的没许诺过什么。是他们，娘娘您别信慕容麻雀的话，他和昌宁侯府是一伙的。抱歉表姐，打扰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和他们一伙？我和沈世子成亲当天，他没和我拜堂，而是去参加你的生辰宴，就在素秋阁，这可是有人证物证的。当天因为你把沈世子勾引走，我被迫和公姬拜堂，这也是有许多见证人的。我明明被你们害得很惨，还要以德报怨，和昌宁侯府一伙，让您高攀进入昌宁侯府。这，表姐，你们家是什么大官吗？之前我没有听说过呀。你家和昌宁侯府门当户对吗？抱歉啊，我对表姐家不是很熟悉，请问令尊在哪儿高就？官位是不是比昌宁侯高呢？表姐怎么不说话呢？啊，肯定是因为你家比侯府门第要高，沈世子高攀不成，所以侯爷和夫人才强民女，逼着您嫁进来，不是吗？除了这个，我也想不到别的理由了。因为您容貌美吗？但刚刚参加宫宴，见许德圭秀长得比您漂亮，门第还高，沈世子应该不愁娶不到妻子吧？还有，抛开这些，我和沈世子才成婚1个多月，就逼着您嫁入侯府做平妻，这只要是脑子正常的女子都不会做出这种事儿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逼我嫁给沈子言，就是为了让沈子言同意和你和离。就此理！沈子言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和慕容姑娘成婚，怎么可以去找别的女人？还逼着慕容姑娘和公姬拜堂？沈子言，你没人性！老九，母后断事，不许插嘴。慕容麻雀，你直接说，他们到底逼唐念约嫁给沈世子了吗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唐念约为什么要栽赃？原因很简单，表姐想入宫参加晚宴，勾引太子殿下，但夫人不肯，表姐就骗夫人说要嫁给沈世子，成为夫人未来的儿媳妇儿，这样才能跟着我们入宫。入宫见到太子殿下之后，认为昌宁侯府没有利用价值，就干脆反咬一口，说他们强抢民女。没有，皇后娘娘明鉴，他们是一伙的，他们栽赃。表姐你先别哭，断案看的是人证物证以及逻辑链，不是看谁更会卖惨。表姐你也不用喊，有句话叫有理不在声高，你若是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，可以指出来，我们平静的兑现。我原本不想嫁沈世子，是你们逼我嫁的。怎么逼的？是软禁你，不让你离开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当时夫人是想把你送回家的吧？是你坚持要嫁，所以才让你留下来。不，你们就是软禁我了。是啊，整个侯府都是你们的人，你们当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。既然他们把你软禁，逼你出嫁，为什么带你入宫参加宴席？为了给你创造机会，向皇后娘娘求救吗？为什么不继续软禁你？等宴会结束后，直接去你家提亲？没错，这才是朱姑娘。刚刚那可怜兮兮的，怎么可能是她？唐姑娘，你我也算是有缘相识，我送你一句忠告，不要太高看自己，也不要太轻视别人。你认为的天衣无缝，在皇后娘娘的眼里只是个小把戏。皇后娘娘明鉴，民女不是诬陷他们，民女。行了，本宫看昌宁侯罪的不轻，先送回去休息。皇后娘娘，民女冤枉，民女真的冤枉，他们就是强抢民女，全京城都知道沈子言是个浪荡子，没有正经规就愿意嫁给他。至于他们成婚，那件事也与民女无关啊。民女已经叮嘱他要好好成婚，谁知他非来素秋阁，那素秋阁也不是民女开的，民女没办法驱赶，娘娘明鉴啊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况且昌宁侯醉了，你们先回去，本宫自会调查。得，这皇后没安好心。来吧，都说说感想，你先说。妾身不知道说什么。说你对唐念约的看法。唐念约是小辈，我这个当姨丈的不好说什么，但之前我有没有对你说过离你那姐姐远一些？你姐姐心术不正，你偏不信，被你姐姐耍得团团转，任由紫妍被唐念约耍得团团转，现在自食恶果了吧？侯爷，
大晚上的，抓紧时间训下一个吧，下一个更可恶。沈子言，说说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侯爷还真听话了。沈世子依旧魂不守舍，想个办法让他清醒一下。好嘞。慕容珠却立刻起身，端起茶碗就往沈世子脸上一泼。任务完成。侯爷，子言也是受害者，他也不愿被骗。我们当父母的，这是要再踩他一脚吗？不然呢？你心疼他，就不知惯子如害子的道理。妾身会劝。劝19年了，你劝了19年都没劝成，为什么会认为接下来能劝成？那侯爷打算怎么办？可以问问少夫人的意见。你们都看我干什么？少夫人足智多谋，冰雪聪明，我们都佩服少夫人。请问少夫人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简单，大号废了，搞个小号吧。少夫人，什么叫大号和小号？直白的说，就是这个儿子废了，再生2个吧。侯爷现在年轻力壮，再生个20年应该没问题。据我所知，之前生的少，是因为娶的太少，加上侯爷太忙，不怎么和妻妾同房。一名女子1个月实际上能受孕就那么几天，过了那几天就很难受孕，所以为了产子率，为了能更好的开枝散叶，应该多纳几个年轻的能生的。我认识一个大夫，能测排卵期，到时候帮小妾们都测一测，只要侯爷没有问题，给我5个年轻妾室，我敢保证1年内最少3个受孕。老夫没想过，况且老夫公事繁忙，确实没时间回家。用不着回家，找几个年轻的，甚至会武功的姑娘，直接跟着您呢。侯爷您去哪儿，他们跟哪儿。白天给您当侍卫，晚上尽夫妻义务，多有效率。我同意。子言，你闭嘴，别胡说！不行，侯爷不行。沈子言，如果侯爷以后的儿子有出息，世子之位就是他的了。他的母亲也母凭子贵，成了侯府里最尊贵的女人。如果碰见个脾气好的，沈夫人后半辈子的日子还好过一点儿；如果碰见脾气不好的，你娘的日子可就水深火热喽。慕容麻雀，你说什么？我口齿很不清晰吗？你以为侯爷有了出息的儿子，还宠着你娘？侯爷也是人，是人就会偏心，人家儿子都继承世子之位了，还能让沈夫人住在主院？哼，搞不好沈夫人得收拾收拾，搬出去呢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到时候沈夫人能不能想开，可别整日心情郁结，容易生病呢。慕容麻雀，你……好了，今日到此为止，都回去休息吧。不行，遇到困难不迎难而上，却想着回避。侯爷，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和沈夫人又有什么区别？明知道自己夫人是个拎不清扶不起的，却1不好好沟通，2不赶紧纳妾，就借着工作的影子逃避。沈夫人是懦夫，侯爷您就勇敢了吗？疯了，少夫人疯了！之前对世子对夫人，今日连侯爷都开始对了。你若是愿意让我管，我就再逼2句；如果不愿意，那我就一个字不说，反正我也要和离了。府上之事与我无关，相处这么长时间，你们应该能看出来，我不是坏人，但也不算好人。我愿意逼2句，全因侯爷是个刚正不阿、洁身自好、对家庭妻儿负责的好男人。如果不是因为侯爷，我现在已经回去洗睡了。好，我沈弘广最欣赏这样直爽的女子。阿雀，你说吧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行，那我就继续了。你这人脑子不太好用，我先问2个问题，测测你的脑子。你闭嘴！你个愚蠢的孽子，还不听阿雀说话？是，父亲。首先，你现在还认为唐念约是个好人，有苦衷，其实心里是有你的吗？你是故意羞辱我？不是，我现在挺困的，没闲心羞辱你，就是想确定一下你的智商。如果智商还过得去，我就继续说；如果智商实在是一言难尽，我就打算帮侯爷直接选小妾了。我选的小妾绝对好生养。看出来了，少夫人是真的没3观，不是假的。他不是好人。世子终于看开了，孺子可教也。下一个问题，他喜欢你吗？是在利用你吗？
不喜欢我，在利用我。可以的，智商还算正常，那就可以进入正题了。你愿意让侯爷再娶一些年轻小妾骗儿子吗？正如我刚刚所说，侯爷是人，是人就会偏心，何况是男人。你可以因为喜欢一名女子，对发妻不闻不问，恶语相向，甚至让下人刁难他，欺负他。那么侯爷也有一日会因为有了新欢，所以对沈夫人不闻不问，恶语相向，甚至让下人刁难沈夫人，欺负沈夫人。沈子言抬起头来看，目光复杂的看向昌宁侯。你看他也没用，你是男人，你爹也是，别以为全天下只能你自己渣。你今天对发妻做了什么，明天你爹也可以对发妻做什么。我呢比较坚强，夫君把我打吐血我也能扛住，但沈夫人如果被侯爷打吐血，这身子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养回来了。真是越说越离谱了，我怎么会打夫人呢？本无声哭泣的沈夫人听见这话之后，瞬间变成嚎啕大哭。不会的。为什么不会呢？都是人，都是男人，凭什么你能做，你爹不能做？沈子言一想到母亲像慕容麻雀那样被下人们刁难，他脑海里有不断的涌现出李嬷嬷等人欺负慕容麻雀时的画面。沈子言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。我觉得今天沈世子受到的打击应该不小，他一时间缓不过来，情有可原。侯爷，要不然今天就这样吧，给沈世子1-2天的时间，让他想想，如果他以后想振作起来，你愿意给他机会，就再给一次；如果他不想振作，那妾的事您就得抓紧了。榴莲，准备迎接客人。客人？哪来的客人？说着，一抬头就看见从天上跳下来的李云池。榴莲姑娘早，今天的早膳是慕容姑娘做的吗？是啊，小姐正在厨房忙活着呢。李公子这么早，有事吗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家王爷想吃你们家小姐做的饭，大清早的就让我蹲在一旁盯着你们家的烟囱，只要烟囱冒烟了，我就得过来讨饭呢。至于吗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你可不知道我家王爷对你们家小姐有多上心啊！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嗑瓜子了。嗑瓜子啊？瑞王吗？李公子早啊，你怎么大清早就来了？是你主子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慕容姑娘别担心，王爷就是想吃您做的饭，如果您饭菜够的话，能不能给王爷带一口啊？好，那你再等等，我刚刚是按照2名女子的饭量做的，加上瑞王应该不够，我再去炒2个。不用，李公子别担心，小姐她喜欢烧菜，平日里也都是小姐烧菜。哦，对了，刚刚你说王爷昨天晚上开始嗑瓜子啊？为什么？为了投其所好？卖个关子，现在说啊，一会儿慕容姑娘就没有惊喜了。你们这个小院位置选的倒是妙啊，周围都没人，我每次来都很方便。那是当然，小姐选的院子能有错吗？李公子，来和我打2拍嘛。打？在这儿？对啊。不是，你家小姐马上就炒完菜了呀？不是还没炒完吗？还有时间，来打打。不是，就你这么小的院子能打得开吗？打单手。这姑娘就这么喜欢练武？半个小时之后，慕容朱雀炒好了菜，把菜装进了食盒里拎了出来，正要叫榴莲，却见2人正在院子里虎虎生威的打着。行了，要打回头打，一会儿菜凉了，都停下。不愧是李公子，我还是打不过。不是，我练武10几年，你才练武1个多月就要打过我，过分了吧？不行啊，得抓紧练啊，绝对不能被朱榴莲赢了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你来了。是你准备这么多瓜子招待我？是啊，听下人说有铺子的瓜子味道不错，便让人随便买了一些来。是啊，随便买了20多种，嗑1个晚上挑出了9种。君美玉气得涨红了脸，狠狠瞪李云池。李公子说王爷昨天晚上嗑瓜子，闹了半天是这个。不过该说不说，王爷脸红后模样更可怕了。买了20多种。这当时本王下令让下人随便买几样，没想到他们买了20多种。随便买几样？大拿哥为了凑瓜子，整个城都找遍了，腿都快跑断了。都交出来吧。君美玉一愣，怎么了？我是说把20多种都交出来，再好吃的口味总吃1种也会腻，当然要时不时换一下了。云芝，你去把瓜子都找出来。得嘞，昨天一晚上白忙活了。没错，说的没错，就要时不时换换口味。睡王丑归丑，但对小姐却是一心一意的，这样真好。外表重要吗？只是一副骗人的烂皮囊罢了。
陈王没吧？谁能想到陈王是个变态？很快，几大麻袋的瓜子被搬了来，慕容竹却连装都不装，当着3人的面就把瓜子都塞进了空间，还真是没拿他们仨当外人。桌上那一盘有装进去吗？不用，这个就放在这儿，我来的时候吃。老实交代，你大清早上李云池跑去找我炒菜，是不是就为了让我过来拿瓜子儿？不是，今日本王确实想吃你烧的菜了。是啊，早不想吃晚不想吃，偏偏弄来瓜子的时候想吃。罢了罢了，看在你还是病人的面子上，给你个面子，用早膳吧，一会儿菜凉了。还好小姐放过瑞王，否则按照昨天晚上小姐对天对地的气势，今天瑞王肯定难逃一劫。那个食盒你和李公子拿出去吃吧，当然如果你们不愿意吃的话，就把菜留下，去王府厨房找吃的。奴婢喜欢吃小姐烧的菜。我也喜欢。慕容竹却不嗤一笑。行，你们拿出去吃吧，房间里面挤，容不下那么多人。是。怎么了？饭菜不合胃口？哦，没有。是不是早晨不习惯吃米饭？正常来说，大家清早就喜欢吃粥，但我个人吃粥吃不饱，容易饿。榴莲也是如此，别看榴莲是女子，实际上食量大，饿得快，所以我们2人早晨都吃米饭。我也喜欢吃米饭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他猜到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你母妃的情况？先吃饭，吃完了再说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边吃边聊就行。商妃娘娘她挺好的，看起来应该没生病，只是精神状态一般，多半是没有休息好。谢谢。谢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如果你愿意，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事儿啊？当然，涉及到你的私密，我不强求，我也只是单纯的好奇。吃完饭我跟你慢慢讲。好。榴莲姑娘，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可以，李公子一会儿用完膳，能不能陪我再打几盘？啊，还打呀？不是刚刚才打过吗？刚刚我们百鸟院不是小吗？只能打单手，一点都不痛快。还有最后一局没打完就被小姐叫停了，我心里总好像吊着个事儿，意犹未尽。你到底是不是姑娘啊？让李公子见笑了。我也是害怕被小姐赶出去，而且你也知道，小姐脾气火爆，以后肯定要得罪不少人。我武功若是练不好，让小姐落入危险，我便是自尽100次都难辞其咎。好吧，不过刚吃完了，可不能马上打，得休息一会儿。好啊好啊，李公子有衣服要洗吗？或者有屋子要收拾吗？我帮你洗衣服，收拾屋子。就算是为了保护慕容姑娘，但差不多就行了呀。姑娘家家的，怎么就练成了舞痴了呢？不用，我没什么活干的。好的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您饭还没吃完，吃完后还得休息会儿，我先去跑2圈，练2套拳，热热身。别勉强自己，我只是单纯好奇，没有其他要事，我知不知道都不重要的。没什么，是我主动说给你听的，你可以去把那个瓜子拿来，边吃边听。不是，你的往事用小脚趾想想都肯定不幸福，你讲着你的悲剧，我嗑我的瓜子，你这不是侮辱我的良心吗？不是，你别误会，我怎么会侮辱你？只是因为你喜欢吃瓜子，更何况这么多年过去，再深的伤都已结痂，那回忆对我来说只是回忆，不算什么悲剧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冤枉，瓜子等回头再吃，刚吃完饭，我吃不下瓜子。好吧，如果你想吃，随时拿来吃，不用顾忌我。你放心，我就没想过顾忌你。我在宫里出生，虽然父皇最宠爱太子和四皇子，便是现在的陈王，但对我们其他兄弟也不错。总的来说，直到7岁之前，我过的都是平平无奇的宫廷生活。直到7岁一次高烧，烧了5天5夜，所有太医束手无策。后来我听说那5天，我当时所住的崇华宫紫霞漫天，我高烧几日，那紫霞便笼罩几日，即便白天也依旧能清晰可见。瑞王发烧烧出了紫气，难道意味着他是未来皇帝，威胁到了太子地位，所以皇帝一气之下把他赶出皇宫？继续说。后来我就出宫了，也没在上书房读书，而是去了国子监。等等，这段先别跳过去。我问你，你见到飞机和汽车是不是就在那次高烧里？是。也就是说你是发烧时看到的？对，病好后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些古怪的东西了。你确定是发烧时看见，而不是发烧时想起？不是，虽然我记忆模糊不清，但这个还是能分辨的，绝对是我看到。若是突然回忆到什么，会有熟悉感，但我丝毫没有。我清楚记得，当时我看到那些古怪物时，十分惊愕，那种震惊，现在回忆时都能感受到。你觉得天上、云上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是有神仙的皇宫，还是有别的？例如大气层？
九霄云外应该有天宫吧？好嘞，得到了。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有什么典故和渊源吗？没有，我就随口一提。你继续说，后来你病好后有什么改变吗？除了出宫立府，也就没什么改变了。每日往返国子监读书，后来成年后帮父皇办了一些差事，大多与买卖经商有关。烧伤呢？方便说吗？如果回忆太过痛苦，就不用说了。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我记得那是3月时，我被皇上召进宫，我以为皇上有任务下发，便没多想。只是我没被召到御书房，而是被召到了一个略有偏僻的宫殿。当时我的猜想，可能是皇上要下发一个机密的差事，毕竟金银之事最易纳购，哪怕是贵为天子，也未必每1两银子都干净。皇上久等不来，我便越发忐忑，想了很多。下人送来的茶，不自觉也喝了不少。想来那茶里应该有问题，喝后不知不觉我就睡了去。等再醒来，浑身是火，多亏了云池找了过来，把我救了出去。实际上云池身上也有烧伤。这火是谁放的？皇上？皇上后来派人调查，得到的结论是火是从小厨房烧过来，负责小厨房的太监已被乱棍打死。哼，好一个杀人灭口，死无对证。去把瓜子拿来吧，我们边吃边聊。你心就这么大？不是，和你在一起时不想气氛这么沉重。沉重点挺好，整天嘻嘻哈哈像什么样子？不许吃瓜子。好的。除了小厨房的太监引发火灾被乱棍打死，还查出别的了吗？有没有人假传圣旨？我知道你的猜想，起初我也猜想放火之人是太子或者其他人，但后来确认那口谕确实是皇上下发。也就是说，放火害瑞王的人100%是皇上啊！难怪瑞王一直称皇上为皇上而非父皇，想来是彻底伤心了吧？皇上怕你威胁他的皇位，所以干脆把你烧成废人。也许吧。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什么？我在想，皇上并不是想要你的命，只是想把你烧残了，当不了皇帝。毕竟我听说，皇帝立太子时，对外貌上还是有一些要求的，不能太丑，也不能是残疾。不对，我收回刚刚的猜想，还有一种可能，皇上原本想直接把你烧死，但因为商妃娘娘知道了这件事，答应了皇上一些要求，所以把你烧残而未烧死。否则李云池也没有盖世武功，怎么就能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在火场？听说宫里大内侍卫众多，绝非想闯就闯。既然皇上能单独把你弄到一个宫殿，而不是让李云池跟随，就有1万种方法拦着他。后来他能赶到救人，便说明皇上故意放他，更有可能是引着他过去的。和我猜的一样。我也猜到皇上突然饶我性命，可能与母妃有关，这也是我见到你后突然放弃寻死的原因。我放心不下母妃。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原本我想的是我死之前一定要再见一见母妃，但现在我换了目标，我想想什么？我想和你天天在一起。但他知道如果这么说出来，慕容姑娘肯定不嫁他了。我会努力回忆出你想要的信息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用这信息吊着你威胁你，只要我能想到，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这样才对嘛！你努力帮我想信息，我努力治好你的伤，回头再想办法实现你的愿望，我们互相合作，走向共赢。不用共赢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在你心里我就这么没有良心？要开心就大家一起开心，自己开心没意思。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腿康复是不是也别站起来啊？否则皇上看见，搞不好又得下手。听你的。等等，不对，其实不用那么麻烦。反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给你交个底吧。之前和你说过，我的医术可以通过救人来升级，但哪怕是我的医术未毁时，也做不到把你的脸完全治好。就算是植皮，也有不少疤痕。所以按照太子和皇帝的标准，毁容的人没有竞选资格。也就是说，你正常走路应该也没有问题。好了，严肃的话题说完了，可以把瓜子拿来了。你心是真大，还惦记瓜子呢？对，我喜欢吃。说另一件事吧，上回你说什么罗刹族准备造反，他们还造不造了？你有没有消息？皇上什么时候派兵过去？我还想去升级呢。消息称罗刹族开始蠢蠢欲动，皇上也命大元帅调兵遣将，大概率会让孙元帅出征。孙元帅，你和他熟吗？能让我混进去吗？你放心，一旦出征，我有办法让你混进去。在京城混进去吗？然后跟着大部队走？这个味道的瓜子真不错。不了吧，从京城跟着大部队出发太辛苦了，我打算等部队出发后我们单独走。
之后和大部队在目的地集合，到时候只说你是军医的徒弟，他们不会拒绝，毕竟开战后会有伤员，没人嫌军医多的。我们你也去？是啊，之前不是说好我与你同去，你也能顺便帮我治疗吗？哦对，确实说过，都怪这几天在昌宁侯府司的昏天暗地，我都忘了之前在别院说的话了。如今回想，别院的生活真是温馨又惬意，京城真是刀山火海啊。等你和离后来王府就好了。但昌宁侯说新婚半年内不能和离，有这说法吗？奶油的也好吃。确实有，我不着急。你不急我急呀。你说如果沈公基死了，我能马上和离吗？好的，某人手里的瓜子下掉了。我就随便逗乐，你别当真。我怎么会是夫呢？就算是是夫，也不会是你的。我们俩以后不是真夫妻，是合作的假夫妻嘛。如果婚姻期内夫君死亡，女子要守孝3年后方可另嫁。3年呢？那算了，还是让沈公基好好活着吧。哦对了，这一打岔，我差点忘了我要说什么。我刚刚想说，你的病也不着急治，要不然你就别去了吧。前线兵荒马乱，肯定危险。军医是我给你找的，如果中途出了什么意外，或者你身份被暴露，我在的话还能帮你善后。你说的也对，我肯定不会到前线去，我在城里等你。如果前线被攻破，城里危险怎么办？那就和你一起死。不会，罗刹族到底只是个蛮夷部落，没实力与偌大西凉国对抗的。说的也对，那行，到时候一起走，我去前线，你在城里，只要战事不紧张，我就去城里给你治病。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回头再好好聊聊。昨天入宫撕逼，沈夫人嚎啕大哭，沈公基打击抑郁，今天侯府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我出来时间太长不太好。你说的对，你先忙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个给我的。这个那个。慕容朱雀了然，拿起小碟，张大嘴一仰头，把瓜子仁都倒入口中。睡了。扔下小碟之后就走了。看着女子潇洒的背影，脸上的赤红慢慢转为粉红，唇角愉悦的勾起。出了房门，来到院子，却见朱榴莲和李云池打得正欢。慕容朱雀没有打扰，就站在屋檐下观赏了一会儿。朱榴莲输了，被李云池一掌拍出老远。榴莲，你没事吧？榴莲姑娘，真是抱歉啊，是我的错，你打我10下，我刚刚以为你能躲开的。小姐，奴婢没事，您别担心，奴婢真没事。你真怎么回事啊？和姑娘家切磋就不知道点到为止，就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就你这个德行，活该一辈子单身狗。小姐，求小姐了，您别责怪李公子。如果李公子手下留情，让奴婢去哪找对手呢？奴婢真的没事，奴婢想练武。好了，我不骂他了，不就是打伤吗？只要给你6口气，我就能救活。当初那个死变态虐你，我都救活了，更何况单身狗。求小姐别骂李公子是单身狗好吗？否则李公子生气了，就没人陪奴婢练武了。奴婢真的想练武。不，慕容姑娘随便骂，小人不敢生气。好吧，你能走吗？我们要回去了。小人送2位。行，走吧。该死，慕容姑娘说的没错，果然活该，一辈子单身狗，对姑娘也能下得去手，而且什么地方都拍，那么重要的地方拍坏了怎么办呢？该死的李云池，看姑奶奶不去剁了他啊！小姐息怒，切磋哪有不磕磕碰碰的，这很正常的。正常个屁！他也不看看打了什么地方，女子这地方是能受伤的吗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看我去替他下3路，我让他长长教训。哎呀，求您了，小姐，李公子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李公子从前应该也没和女子切磋过。对呀，我也没和男子切磋过，所以替他下3路没问题。你放开，我要去踢死他！哎呀，小姐，真的别生气了，不知者无罪。你先为奴婢检查一下，如果没坏，就饶他一次吧。啊，下回切磋，奴婢肯定先和他说清楚。如果下回李公子还敢打奴婢这里，那下3路奴婢来踢，奴婢力气大，保证一下子送走他子孙根。好吧，一言为定。奴婢绝对不脚软。榴莲，我可能要唐突你一下，要检查你的乳腺。小姐，你尽管检查。慕容朱雀仔仔细细的检查之后，确定没有伤到，这才狠狠松了口气。唉，真是愁人，挨打了我还心疼，不挨打还练不成武功。
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奴婢在成王手里都能活下来，说明命大着呢。小姐别为奴婢担心。再者说，奴婢时不时受伤，小姐还能刷经验呢。就靠你这小蚊子腿，算了吧。小姐，去前线会不会危险啊？肯定危险，刀剑无眼，谁管对方是士兵还是大夫？但该刷的经验还得刷。奴婢懂，奴婢这么努力习武，也是受小姐启发。因为奴婢发现这世道本就对女子不公，如果女子不拼了命的进取，便好似大浪中的一片叶子，只能任由风浪卷到未知地方，毫无反抗之力。而努力掌握一技之长后，便如同扎了根，无论风浪多大，只要根系足够结实，便永远不会被卷走。可以呀，现有这么大的感悟。奴婢是向小姐学的。别胡说，我可没教你。有人在吗？榴莲姑娘在吗？好像是李嬷嬷，她来做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别，小姐是主子，怎么能亲自去开门呢？掉了身价，奴婢去。朱榴莲一脸高傲的将李嬷嬷引了进来。李嬷嬷一进来就闻到一股子药味，焦急道：少夫人，您受伤了？没有，是榴莲受伤。说吧，你来有什么事？回少夫人，安定侯府二小姐狄莎莎来了，说要见你。狄莎莎？她来干什么？狄二小姐说她包了雅间，想请小姐去酒楼吃个饭，以作赔罪。赔罪？狄二小姐什么时候得罪小姐了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唐念约出去补妆时，原本我想跟着来着，但狄姑娘拉住我说看新主语的画作要钱，所以我就没有去。那确实，如果当时小姐跟过去，唐念约就不会跑到皇后面前告状了。其实也不怪他，如果我想甩开他，有100种方法，当时还是我自己犹豫了。走吧，去会会他。李嬷嬷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回少夫人，没什么话说，奴婢就是想问您要不要了解下世子的情况。您问什么，奴婢就答什么。世子他知错了。没什么想知道的。不对，虽然从道理上讲，沈公姬不会自尽，不过李嬷嬷你还是盯着一点，如果她轻生，必须要拦下来。是，少夫人，少夫人您放心，奴婢一定照顾好世子，世子定会回头是岸。哼，别闹了，他回不回头可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想让他死，是因为他死后我还得给他守孝3年，耽误了我和离进展。慕容姐姐，您来了。怎么叫我来了？这里是我家，明明是你来了。听传话嬷嬷说你要请我吃饭。对，昨天是我的不对，如果不是我，昌宁侯府也不会遭受陷害。哦，你怎么知道侯府被陷害？这件事还没有传开吧？你不是说你们安定侯府这2年衰败的厉害吗？如此衰败，还能把坤宁宫的消息打听出来？慕容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也是逼不得已，我很害怕。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狄莎莎咬了咬唇，吓得面色更苍白。有什么为难？你不说，一会儿我也自己能见到他。我让你说，也只是想验证一下我的猜测而已。小姐猜到了，我害怕我说了，慕容姐姐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他通过安定侯府找到你，说明就没打算暗杀我。既然没有生命危险，还能吃一顿好的，没有理由不去。说吧，到底是谁？太子殿下。太子？我以为是九皇子。慕容姐姐，您去吗？你哭什么？我刚刚不是说了会去？再说，就算我不去，太子还能弄死你。你好歹是安宁侯府的小姐，他就那么无法无天？不是，慕容姐姐您不知道，我也是偷听父亲和母亲的对话才知道，太子看起来儒雅又温和，其实手段十分毒辣，只要不顺从他不会直接杀人，却会用各种方法让对方家破人亡。我爹还说宁愿得罪皇上也别得罪太子啊，那么阴毒。行吧，我们走。小姐，3思，3思有用吗？300思也改变不了现实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大不了我知道太子厉害，少对他2句就行了。明知道太子不是好人，小姐还少对几句，明明应该不对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对总行了吧？你家小姐我是勇，但不是莽夫，敌强我弱时，我也不会找死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如果我真找死，也不可能和公姬拜堂，而是半路跳下花轿，揪着沈公姬的耳朵，把她拖回侯府了。朱榴莲这才狠狠地松了口气，转念一想，确实是她杞人忧天了。小姐看起来嚣张，但一路走来可不全是凭运气，小姐是知晓收敛的。慕容姐姐，你真的不怨我吗？怨你干什么？你只是个传话筒。再说我和太子无怨无仇，他请我吃个饭而已，不至于。
雅间内。莎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慕容姐姐，妖演的这么逼真吗？少见多怪了吧？听说小姐刚嫁入侯府的时候，那楚楚可怜又招人恨的样子，演得更逼真。慕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太子殿下，我要不要给太子殿下跪地问安？哎，本宫微服在外，不用多礼。哦，好的。皇兄，他这么乖，您信吗？你说呢？皇兄肯定不信。惊扰慕容姑娘了，因为晚宴的一些事儿，外加皇帝也有事要见你，所以本宫便通过狄姑娘邀请你过来。原来如此。坐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莎莎，你来坐这儿。今日这一层楼，本宫已经包下了。如果狄姑娘想去别的雅间，可以自便。这里聊天比较吵，我知道你喜欢安静，去吧。慕容姐姐，你自己在这儿行吗？这不是还有太子殿下和九皇子呢吗？外面还有那么多大内侍卫保护，我能有什么危险？那我在隔壁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喊我。好的，去吧。如果真有什么事，还不一定谁帮谁的忙呢。她是我的贴身婢女，我的事她都知道，不用避讳。太子见对方这么说，便也没有为难。慕容姑娘饿了吗？用不用先让他们上菜？回太子的话，我还不饿。如果殿下和九皇子殿下饿了，可以传膳。我们也不饿，那就开门见山吧。本宫问你，南李相之役是你和你的丫鬟处理的吗？回殿下，是的。你献给朝廷的药，太医们查看了，也在生病的百姓们身上试验过，效果显著，但是太医却没有查出其中一个关键药物。如果慕容姑娘方便的话，可否说出来，那是什么药？回殿下，我也想告诉殿下，我还想用那个药物立大功，向皇上要个封赏，甚至要个什么诰命头衔，但我确实是不知道呀。既然不知的话，那你这药物是从何得来？慕容姑娘说的有道理，如果她献出药就能要诰命头衔，没道理不献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就要说起我被接到京城替嫁之前，在尚书府别院中被欺辱的童年了。被欺辱的童年？就知道小姐又开始告状了。本宫不着急，你慢慢说。是从我记事起就住在慕容家别院，知道我娘是一个大官的外室，而我则是那大官的私生女。我娘还在世时，别院下人们对我们还算恭敬，但我娘死后，他们就开始欺负我。我记得我娘死的那天是腊月里，外面飘着鹅毛大雪，我娘的身体却比外面的天气还冷。当时我4岁，我以为我娘一动不动是因为炉子里面没有炭火，因为我冷的时候也不愿意动弹。我跑出去和丫鬟要炭火，但丫鬟非但不给我，还打了我一耳光，说你娘死了，你为什么不死？小姐的身世这般悲惨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，不信你去别院问，那也就是14年前的事儿，别院的老仆人都还记得的。岂有此理！姑娘你放心，这仇本皇子帮你报。还有谁欺负你了？那多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能给九皇子添乱。瞧，这不就有好人啦？这世上啊，还是好人多呀。姑娘你继续说。好，告状到此为止。哈哈，想得美。后来我才后知后觉，原来娘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无论烧多少炭，屋子里多暖和，她也醒不过来了。娘去了之后，他们待我就不好了。刚开始见我年纪小，让我做粗使丫鬟的活，扫院子、擦桌子、劈柴烧火，动不动就打我骂我，偶尔还不给我饭吃。冬天还好，生菜好歹不会馊，夏天生菜馊得快，没半天的功夫，那生菜剩饭变酸唧唧的。我见饭菜馊了不肯吃，但他们除了馊的饭菜不给我吃别的，没办法，我太饿了，只能捏着鼻子把馊的饭菜吃下去。太子本想催促女子快拐入正题，但听女子这般悲惨，也是动了恻隐之心，耐心的听了下去。吃了馊的饭菜之后，我便泻了肚子，一泻就是2天2夜，不仅不能起床，连眼睛都没法睁开。然后我便听见有2个下人说，等我死了，他们就要把我扔到乱坟岗去。就在我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，有一名孤寡的老伯伯趁着没人来我床前，把什么东西塞到了我嘴里。等我醒来，泻肚子就奇迹般的好了。这止泻的神物应该就是那个。
我醒来之后，却不知是别院管事良心发现还是什么，再没给我吃过馊的饭菜。老伯伯也偷偷来我身旁，又给我喂了一些那神秘药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小块白色的石头，这么大。伯伯说是几年前一位路过的神医送给他的，说只要泻肚子，就从石头上刮一些粉末下来。伯伯每次泻肚子都刮一点儿，要么自己用，要么偷偷给别人用。老伯伯还说，等我以后泻肚子就去找他。后来我每次泻肚子都找到老伯伯，老伯伯都给我治好了，直到老伯伯临终前把那神秘的小石头给了我。石头呢？那块石头伯伯用了10几年，当传给我的时候只有这么大了。那天我听说南岭巷的人泻肚子，我便直接把石头砸碎和药一起包好送南岭巷了，求皇子殿下能作证。什么？你全砸了？对啊，那么多人生病，不全砸了不够用啊！满怀希望的太子就这么扑了个空，内心失落不说，还有隐隐愤怒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老伯伯说，那个与他有一面之缘的神医还说了一个办法，只是那个方法比较麻烦，需要非常精确的操作以及严谨的实验，得到的东西也能治疗泻肚子，用在外伤上还能防止伤口感染。啊，还有这种奇物？慕容朱雀点了点头，便把简单培养提炼青霉素的方法说了出来。就用那个绿毛干燥提纯，能够防止感染？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神医把方法告诉伯伯，伯伯把方法告诉我，我再转告给太子殿下您。事先说好，我只是个没有感情的转述机器，我可不负任何责任哈。不过那方法我虽然不敢负责，却能提出来一个负责任的提议。你说。太子殿下可以成立专门的实验室，雇佣一批对科学实验有兴趣的能人志士，在一些小老鼠、小兔子身上做实验，严格记录实验过程、实验结果，慢慢总结经验，最后制定出一整套严谨的制作流程。这样不就得到神医口中可防止感染的神物了吗？实验，妙啊妙啊！如果真建立了女子口中的实验室，他打算将天牢里的死刑犯以及战俘抓来做实验。慕容朱雀捕捉到太子眼中的残忍。为什么我提议用老鼠和兔子呢？因为神医说过，老鼠和兔子的生长进度、代谢水平比我们人要快。老鼠1天相当于我们人类7天，兔子1天相当于我们人类10天。换句话说，用人做实验，我们1天只能观察到人类1天的进展，但却可以观察到7天老鼠的进展以及10天兔子的进展。太子殿下能听懂吗？啊，真有此事？西凉国人才济济，殿下可以搜集相关人才，进行人类和兔子老鼠的实验就能看出来。例如说，割开同样比例的伤口，看是人愈合得快还是老鼠兔子愈合得快。好，这件事儿本宫心里有数。慕容麻雀，你且如实回答本宫，这些东西都是你从神医那里听到的，不许有任何隐瞒，否则的话，本宫可饶不了你。我从伯伯那儿听说，伯伯从神医那儿听说。那神医的信息呢？可还有？没有了。好，待本宫回宫之后，便会部署此事。如果方法奏效的话，本宫不会亏待你的。真的？能要告命吗？你对告命倒是执着呀。真告命，这不是天下女子的心愿吗？我执着有什么不对？但是你不是要和昌宁侯府世子和离吗？你若是和离了，告命怎么发呀？和离后不能真告命。这告命夫人是专门赐给功臣女眷的品鉴，你若是世子夫人的话，那自然是可以真告命的。但你和离之后，这告命要挂在哪个府上？原来告命是这么个东西。我和离后还是要嫁人的呀，我总不能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被沈公鸡沈世子伤害了一次，一辈子不嫁人。沈公鸡，这是你给沈子言起的外号吗？对，我们成亲当天，他跑去给他那想嫁你的表姐过生辰，逼着我和公鸡拜堂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和公鸡拜堂，我夫君就是个鸡，等同于沈子言是鸡。好，如果你说的方法有效的话，便是我们西凉国的大功臣。等你和沈子言和离了之后，无论你改嫁了谁，本宫承诺会帮你向父皇请一个告命。小姐是要嫁瑞王的，当瑞王妃后就是皇上的儿媳妇。这没听说哪个亲王王妃封告命的吧？真的？那真是谢谢太子殿下了。太子殿下忧国忧民，心系百姓，以后肯定是一位明君。我替西凉国百姓们先谢谢太子殿下。
慕容姑娘，你真要和沈世子和离？那还有假？不是，我都强调这么多次，我和公姬拜堂了，你应该不会以为是什么修辞手法吧？我真的和公姬，就是那个打鸣的公姬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的拜堂，这日子还能过？啊，这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别对，小姐别对，人家亲大哥还在旁边呢。也对，打狗还得看主人，对地还得看他哥。今天先忍忍，以后再说。和公姬拜堂就算了，那沈公姬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只有他那表姐。太子殿下，唐念约还在宫里呢。对，怎么？不怎么，我就问问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唐念约和昌宁侯府的事会不会连累到我？我可是无辜受害者。你无辜受害者？哼，如果没有你的推波助澜，事态怎么会发展如此呢？我当然无辜。来，我给太子殿下好好捋捋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原本我生活在慕容家别院，然后尚书府和昌宁侯府定亲，但慕容嫣然……停，等等！太子急忙打住，如果不打住，这女子肯定又从头到尾絮叨一遍。没错的，反反复复、不厌其烦的絮叨，搞崩对方心态，也是小姐的拿手绝活。啊，殿下怎么不听呢？我不说，怎么解释我是无辜者？我真的好无辜的。订婚约的不是我，决定替嫁的不是我，狗男女勾搭的不是我，准备勾引太子殿下的也不是我。我不是无辜，谁无辜？能让本宫这么无奈的人很少啊！臣妇有罪，让你无奈的人少，这么没见过世面吗？还真可怜。皇兄，慕容姑娘，你们饿了吗？我饿了。很快，一道道美味佳肴便被送了上来。太子一直似笑非笑地看着女子，眼底带着探究和兴致。这太子有病吗？盯着我干什么？算了，爱盯就盯吧。我只想安安静静和离，然后让瑞王赶紧想出来一点有用信息，好回现代。我可不想留下折腾什么大风大浪。正要动筷子，旁边的葛公公就轻咳了2声，以作提醒。无奈慕容朱雀只能放下筷子，眼巴巴地看着尊贵的太子殿下先动筷。然而狗太子却不动筷子。看什么看？很饿的不是你，赶紧炫，炫完了扯着你家皇兄赶紧离开。姑奶奶忙着呢。皇兄用膳吧，我饿了。好，开膳。对了，和离了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不是大哥，你们古代人不都是食不言寝不语？回殿下，我暂时还没有想好。回尚书府。按照道理，我应该回尚书府的，但我的情况殿下知道。您若是不知道，我可以从头给殿下讲一讲。不用从头讲，继续说。我虽是慕容尚书的私生女，但奇怪的是，回京城替嫁之前，慕容尚书却对我不闻不问，我甚至都没有见过慕容尚书的面。我想着，私生女也算是女儿，这举动实在是离奇。当然，抛开这些离奇，只说慕容尚书以及其家人都是不喜欢我的。对呀，同样是女儿，慕容尚书怎么对慕容姑娘这样？皇兄，你可要帮慕容姑娘做主啊！神队友，要的就是这个。老九，是皇兄，皇帝不说话了。太子殿下，唐念约和沈世子的事会不会牵连到我呀？殿下有没有办法让我提前和离？有没有办法让我和离后自立门户，不回尚书府？你真想提前和离吗？想。倒是有个办法。请问殿下，什么办法？这唐念约嘛，被昌宁侯府要挟，朝廷自然要为民做主的。你不是被沈子言逼迫与公姬拜堂吗？你也可以和唐念约一同喊冤，到时候只要父皇给沈子言定罪，你和沈子言的婚书作废了，不就不用和离了吗？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不愧是太子殿下，这计谋太好了，我怎么想不到呢？难怪人人都说太子殿下足智多谋，之前我觉得是夸张，现在亲眼目睹才知道是名不虚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拍马屁。不过，如果我现在已经和离，去状告沈世子，那叫喊冤；但如果我还没有和离，处在婚姻关系去告他，这可是谋害亲夫啊！这个罪名传出去，还有谁敢娶我？我还怎么嫁人？报复渣男固然重要，但也不能因此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。要不然，太子殿下先想办法让我提前和离，我和离后，您让我怎么告，我就怎么告，怎么样？不愧是慕容姑娘，这样就破了皇兄的局。是沈子言有负于你在先，你现在状告他，并不算谋害亲夫。殿下公私分明，但其他人呢？
人人都公私分明吗？这世道本就对女子不公，尤其有些男子对女子更有天生敌意。有些女子在外面多与陌生男子说一句话，都有可能被传为不检点。更何况我们西凉国民风本就不开放，否则太子殿下怎么还通过狄姑娘约我出来？为何不直接去昌宁侯府昭告天下，今日太子约昌宁侯府少夫人吃饭啊？殿下是男子，不懂女子的处境。我也想状告渣男，报复渣男，但那样会把我自己逼上绝路去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娶我，请殿下体谅。还是那句话，您若是有办法让我提前和离，我肯定会状告他的。我慕容麻雀，说到做到。问题是不能提前和离，不是吗？果然呐，好一张利嘴。殿下，乳王子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哎，吃，你说的对，怎么能不吃呢？说着便拿起筷子吃了起来。哦，对了，太子殿下，您太子妃选好了吗？到底是慕容嫣然还是新竹雨？这慕容麻雀是疯了吗？怎么能当面问皇兄这个问题？为何会问这个？好奇啊，我好歹也算是慕容嫣然的妹妹不是？姐姐当了太子妃，我腰杆子也硬气，搞不好改嫁的时候还能挑一户好人家。你平日里也是这么实在的人吗？是，让太子见笑了。我在别院长大，没读过书，所以没规矩。那你觉得谁能做太子妃呢？抱歉殿下，我脑子不好用，分析不出来。那本宫换一个问法，你希望谁来做太子妃？新竹雨吧。哦，为何？娶妻娶贤，纳妾纳色，一个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一个是京城第一美女，哪个是贤哪个是色，不是很清晰吗？原来你指的是这个呀。慕容嫣然虽是京城第一美女，但是并不缺少才气。看来殿下是喜欢慕容嫣然了。本宫可没说。您不是刚刚还帮慕容嫣然说好话呢吗？本宫，好吧，刚刚是本宫失言了，自罚一杯，你就当做没听过，怎样？好啊。侯爷今天在侯府吗？回少夫人，侯爷在。把侯爷请到正厅，就说我有要事找他。还有委婉的表达，我只请侯爷，没请夫人。是少夫人。小姐别太着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放心吧，我只是帮侯爷一把，为自己攒攒人品，不会跟他们着急上火，也不会和他们同生共死。我只是个局外人。很快，昌宁侯赶来了，只是还带了一个人，不是沈夫人，而是沈世子。儿媳见过侯爷。麻雀不用多礼，刚刚老夫听说你被安定侯府二小姐请走，回来后又马上让我们来，是碰见什么事儿了吗？是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昌宁侯见平日里古灵精怪的女子今日面沉似水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立刻把所有的下人都遣了下去，只留自己的一个心腹随从。榴莲也可以留下来，刚刚全程他都在我身边，如果我哪里有疏漏，他会帮我补充。没问题。真正请我的不是狄莎莎，而是太子和九皇子。太子？对，不过他们来找我主要是为了南里巷瘟疫一事。紧接着便把他带着朱榴莲到南里巷救人一事说了出来。啊，你会医术？会那么一点儿，当年在别院学了一点浅薄医术，以自救。说着便把原主的别院悲惨童年再次说了一遍。无论说多少遍，慕容朱雀也不心虚，毕竟那些往事都是真的，原主切切实实经历过。孩子，你，老夫不知你从前那么可怜，否则一定会对你好一些。也别自责，自从我加入侯府，您并未为难我。沈子言也呆呆地看着女子，只要想到这个身世可怜的姑娘在成亲当天无助地和一只公鸡拜堂，而她却被另一个心机女骗走，他心里便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他恨不得回到1个月前，抓住站在街上看花轿的自己，狠狠给他几10个耳光，悔不当初。侯爷先别管我的身世了，与我的身世比起来，您才悲惨。南印象疫情与侯府无关，我们暂且不谈，只说皇后和太子要利用唐念约对付你们了。什么？继续说。太子说唐念约会告侯爷的状，说侯爷欺压百姓，强抢民女，还说如果我和唐念约一起喊冤，皇上会取消我与世子的婚事，这样就不用和离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并未答应太子，太子也拿捏不了我。但有个信息是肯定的，最近一段时间，有可能唐念约面圣鸣冤，有可能会有人借此事在皇上面前奏您一本，您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。多谢阿雀，在危急时刻还能帮老夫搜集信息。我这人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，侯爷对我好，我也会对侯爷好。表姐从小便经常来到侯府住，她经常说这里是她的第2个家，为什么？阿雀，
你认为老夫应该怎么做？这个问题我在酒楼时还想过，我认为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这是个机会。首先肯定的是，除非皇上废掉太子，否则侯府永远无法敌得过太子。现在太子还未登基，侯府已经倍感压力，等太子登基之后，侯府才有灭顶之灾。所以我认为侯爷应该重新思考一下，是否要归顺太子。若是归顺，一切好说；若不归顺，不妨趁这机会认下这罪名。这罪名说小不小，但说大也不大，被皇上贬官也好，直接辞官也罢，离开京城，让太子放侯府一马。什么？认罪名？不行！侯爷，把沈世子赶出去吧，他留下也没用。我不出去，我不说话总行了吧？你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些？你若是有阿雀一般能耐，老夫就知足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既然老夫不愿意趟这浑水，便不应该留在是非之地。除非皇上废太子，否则老夫的下场注定不好。阿雀，你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呐！不过也得看世子是否清醒，否则他不认罪，侯爷也没办法。哼，由不得他。侯爷还有别的事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先告辞了。阿雀，老夫想补偿你，却不知如何补偿啊。侯爷您放心，以后有我拜托您的地方。好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那个百鸟院你住得惯吗？老夫让管家给你换个院子。这个问题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想换，我喜欢那院子。那银子还够花吗？侯爷若是想全身而退，少不得用银子上下打点，就别用银子补偿我了。还是你考虑周到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先回去休息吧。有什么需要尽管和管家说，想出去玩耍也随意，让人准备车马便可。是，阿雀多谢侯爷。他乐滋滋地领了这个名字，便带着朱榴莲出了厅堂，把苦闷的父子俩留了下来。你饿了吧？还好，不是很饿。可得了吧，在回来的马车上，你肚子叫了4次，刚刚在厅堂又叫了5、6次，这还没饿？小姐就会拿奴婢寻开心，奴婢没吃饭，肚子当然会叫了。不过小姐千万别为奴婢烧饭，奴婢去厨房找吃的就行了。专门给你烧饭，你想得真美。紧接着从袖口里掏出一盘菜，试试。没认出来，这是齐善楼的菜啊。今天太子点了那么大一桌子，我粗略扫一眼，30、40盘菜，就我们3个人能吃几口呀？好多菜动都没动过。后来我就趁他们不注意，把几盘没有人碰过的菜塞空间给你带回来了，快尝尝，味道真不错。我这人舌头可挑，一般的菜我看不上，但齐善楼的菜是真不错，你不尝尝可惜。当然我不是说这次尝完就没有机会了，咱们守着财神，以后直接把齐善楼当食堂都行。等等，你哭什么？